上周3连音的转换是不是让你对节拍器都要怀疑人生呢？今天我要给你另一个变速途径，我们不需要更换底层的底片，只要学会如何拉开距离，同样就能够玩出高级的节奏错觉。那答案就是 odd grouping 奇数的群组。好，我们先来从基本的单纯加倍减半开始，也就是所谓的double time 还有 half time。那最后我们再转到我们今天的主角 odd groupings。这次的底片依然是每拍4颗音的16分音符，但是我们改变了踩脚印的安全距离。原本在8贝斯当中，我们是每隔2格才踩一步，那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每隔3格才踩一步。那聪明的你听到这里就会知道说，又是3循环了，对吧？那这是我们在频道里面很常提到的概念，3真的是我们很常遇到的群组哦。那我们来看看这个 pattern 吧，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的奇怪？咚次吧次咚次，就是一堆16分音符的猜点的感觉，然后就猜得很空的感觉。但是他们仔细去观察，你就会发现他们就是每3颗16分音符打一下，维持一个每一个声音都维持一样的距离。在3循环当中，我们的 pattern 只需要注意3种，就是前3拍的样子。你们仔细去看。我们总共有3小节的 pattern 嘛，可是你仔细看看每一拍组成的元素就只会有3种，也就是我们一开始的前3拍咚次跟吧，然后次次，就是16分音符的第2颗，只会有这3种去做组合，那只是把它的顺序稍微对调而已。咚次吧次咚次吧次。咚次吧次咚次吧次，对，就是这么简单。但是你要把它练起来，可能需要稍微下一点功夫哦。好，我们来看看第1小节跨越到第2小节的地方。第2次动词大词需要有这个跨越第2小节的这个动作才能够完成。在这种保持动词大词的物理惯性下，跨越小节线会创造出一种优雅的悬浮感。那我会建议大家。每一个小节一个小节单独练，那练熟了，我们再把它凑在一起，让它跨越小节。那我们来试试看，单独一个小节一个小节单独练，听起来会是怎么样？好，是不是觉得即使单独使用其中一个小节也很有趣？那了解了3循环，让你一次掌握3个感觉，完全可以让你的演奏达到另一个层次。掌握了3颗一组的逻辑后，我们可以加入更高难度的手法，例如使用6连音手法的 paradiddle diddle， 右左右右左左，让我们把空掉的地方补起来。你会发现，大小鼓的重音的位置维持不变，但是这些细碎的碎点会让你的演奏瞬间提升到专业的档次。
这个概念我们在前2集也有提过，那一次就有很详细的解说，欢迎各位点这边。包含上一集讲的3连音，还有今天 art grouping， 他们这些 modulation 的魅力来自于它产生的悬浮感、拉扯感。当你开始这种循环的时候，你的团员可能会开始突然感到恐慌，以为你掉拍了或是变数了，甚至会觉得很想骂你，可是又不确定你是打对还是打错。这种能够掌握听者情绪张力的优势，就是这项技术的价值所在。在我们玩弄这些节奏幻觉的时候，最容易发生的悲剧就是自己也陷入幻觉里面。那要防止翻车，你就必须建立你自己属于你自己的定海神针。那我给大家一个我觉得很棒、终身受用的建议，就是无论练什么 pattern， 你都可以去踩一个左脚的反拍，尤其是在练这些循环或是特殊的 grouping 的时候，你的左脚的 up beat， 你的左脚的反拍都能够提供你一个很好的参考点。那甚至你左脚本身就会提供你一个很棒的律动，只要你能够乘着这个律动好好的演奏，稳定是能够演奏的舒服，能够进入自动导航模式的话，那基本上你的演奏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所以重点是在于说，你的左脚 hi-hat 要能够成为你的参考点，那帮助你知道你自己在第几拍，最好的是能够帮助你律动。那这不仅仅是你跟真实时间的唯一联系，更是听众的锚点。如果你连左脚都动摇了，那你打的不叫节奏幻觉，而是叫做打错了。再来就是我们练习的时候一直有提到，一拍一拍的去练，你会发现不管是3或是6，都只有3种变化。好好的把3种练熟，一拍一拍的唱，时间到了就能够自然使出那个游移的幻觉。最后我们用一张表来总结上礼拜跟这礼拜的 modulation 的差异吧。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把它截图下来。好，那 OK， 这2周我们从核心的网格转换一路聊到基础群组的数学美学。无论是挑战物理极限的 modulation， 还是充满智慧的 grouping， 其实本质上都是在利用人类对于规律的依赖来创造出一些特有的惊喜。那如果你想要深入挑战今天的32分音符 paradiddle diddle 的应用，别忘了回头去复习我们的前2周的练习影片。那节奏不仅仅只有快跟慢的线性变化，当你能够掌握错觉，你也就掌握了那种艺术感。喜欢我教学影片的朋友，喜欢这种硬核节奏剖析的朋友们，请订阅、按赞，并且在评论区分享你练习 4in3 的拉扯心得。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嗨，各位，现在是工商时间。如果你在打鼓上有遇到任何的问题，或者是说你停留在一样的程度很久，一直没办法进步，那欢迎你参考我的现场教练课程。在这个课程里面，会借由你上传影片的方式，那我会提出建议，那给你练习方向，一步一步的带你突破你现在的瓶颈。那另外，如果你想要上实体课的话，我的工作室在台北市的信义区世贸捷运站附近，那或者是视讯课也都可以透过官方来找到我。我把所有的资讯都放在下方，我们到时候见。